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人到晚年，很多人早早就为自己存下养老的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万一以后生病了，存下的积蓄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。但如果把钱存在银行，那万一老人真的病得一时不轻，想把钱取出来也是非常难的。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，实在不行就把钱放在子女手里，这样自己生病了就让子女全权负责，自己也落得轻松。但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的社会虽然孝顺的子女占大多数，但还是有一些不孝顺的子女，不仅对老人的健康不关心，甚至还要去惦记老人那点保命钱。而且现在的老人几乎都有好几个子女，即使子女都孝顺，那把钱交给哪个子女也是个问题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就有老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75岁的秦大爷做法就非常的睿智，用自己独特的方法，使自己的积蓄可以得到妥善的保管，非常的安心。秦大爷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自述。我今年75岁，有2儿1女，转眼间退休15年了。这些年我自己存下了不少养老钱。我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公司工作，我们公司的工资还不错，我工资也不低。另外我妻子也和我同在一家公司，她的工资也不少，所以这些年我们夫妻2人攒了不少钱。我们有80多万的养老基金，名下有2套房子，之前买的第1套，现在虽然是老房子了，但是周边设施和交通都很好，绿化也很多。我们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，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，所以没有搬到新买的房子。那栋新房子是我和妻子6年前买的，当时觉得那里挺好的，各方面都让我们俩特别满意，就拿出一部分养老钱买了它。反正房子购买之后可以升值，以后也不亏，比放银行好多了。房子买下来之后，我们的儿子女儿都动了心思，想把这套房子占为己有，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们。他们兄妹买房的时候，我和妻子都补贴了不少，他们家的房子够住，而且我自己留着也能多重保障。然而由于我和妻子不喜欢住在新房子那里，所以最后把房子租给了一个老朋友，每月可以得到3000元的租金，我们对此相当满意。反正房子是空着的，租给别人我们还能有个收入，我们是要自己养老的，不想去儿女家看他们的脸色。我觉得住在自己家里更舒服，孩子们也很高兴我们能有这个想法，毕竟他们不想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们手里有这么多养老钱，就算我去儿女家，也一定能把自己的晚年经营好。退休后的这些年，我和妻子过得相当舒适，因为我们从来不缺钱，我们通常随心所欲的生活，经常到处旅行，身边的老朋友们都很羡慕我们能活得这么潇洒。我们对自己的晚年很满足。但是去年我妻子出门买菜时被车撞了，因为失血过多加上年纪太大，送到医院时已经无法恢复。我和妻子永远分开了，心里真的很痛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妻子会以这种方式离开我，我一直以为她可以陪我很久，她走得太突然了，我俩连再见都没有来得及说。我抑郁了很久，后来生病了好长时间才恢复。等我好了以后，孩子说要把我接过去照顾，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。我还是希望自己晚年能住在这个熟悉的家里。当我的孩子们看到我拒绝时，他们提出帮我保管我的养老金。他们还说我现在精神不太好，人容易忘事，万一哪天把存折密码全忘了，
还给我举了很多例子。据我所知，我们小区有个高老头，不愿意告诉孩子们自己的养老钱。后来高老头突发疾病去世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。高老头的孩子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得到这笔钱，所以高老头最终还是被抱怨了。想想妻子的突然离世和高老头的情况，我也担心自己会发生这种事，所以想了几天，还是觉得应该把钱交给孩子保管。但是真的不知道是儿子保管好还是女儿保管好。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就是我去儿女家轮流养老一段时间，每家住半年，看他们哪个更适合我，我就给哪个。我的孩子不知道我的想法，但是听说我要去他们家养老就同意了。我先去了大儿子家，我知道大媳妇是个小气的人，平时谁也占不了她的便宜，所以我不想听她抱怨，我就主动拿出我每个月有3000块钱房租的那张卡给了大儿媳，告诉他们这是我1个月给3000块的生活费。我大儿媳听到我这么说很开心，也很满意。那段时间她真的待我无话可说，把我照顾得恰到好处，真的很孝顺。但是后来发现大儿媳老是想找我要钱，经常跟我抱怨他们家不容易，说2个孙子读书要花好多钱，彩礼和婚房都没有准备好，让我给他们补贴钱。后来在大儿子家的生活真的是一言难尽，这也让我明白大儿子和他的老婆都不靠谱。如果我真的把我的养老钱给了他们，那就进了他们的口袋，是他们的了，我再也拿不回来。但为了公平起见，我还是要去小儿子家住。小儿子家里条件就一般，因为之前做生意亏了，所以这几年挣的钱全部还了债。现在住的也是老小区，而且生活质量也比较差。其实我之前就对小儿子印象不好，因为他以前总找我要钱投资，几乎每次都会赔钱。后来我和他大吵一架，甚至说出要断绝父子关系。从那以后他就成长了，再也不肯闹了。但看着小儿子现在生活这么苦，我还是挺心疼的。我的固有思想就是小儿子不成熟，不如大儿子稳重。但是当我真的搬到小儿子家里之后，我却发现其实小儿子也有他的优点。虽然他没有大儿子那么事业有成，但他的人缘很好，有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，而且都是讲义气的好兄弟，他们也都愿意帮小儿子。最近他们在合伙开一个直播公司，我也不太懂，看起来挺高端的。小儿子虽然没什么大钱，但对我也是真的好。我平时在小儿子家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在家无聊了就去公园遛弯。家里脏了乱了，小儿子也不责怪我，而是默默地收拾。儿媳每天忙着上班，家里的饭菜都是小儿子做的。虽然他家经济紧张，但小儿子每顿饭还是保证有碗肉菜。他自己都没新衣服穿，却舍得给我买大几百的皮带。我只是简单的感冒吃点药就好了，可小儿子却非常着急，非要我去大医院看。这些举动让我很感动。我刚来时就把3000块钱的卡交给了二儿媳，可他们夫妻俩却不要，说这是我的养老钱，他们要不得。我说我来这里住就得花钱，我不想加重你们的负担。可儿媳却说，爸呀，赡养你是我们做子女应该的，哪有负担之说呀？可是我很固执，就使劲地把钱交给他们。二儿媳见我这么执着就收下了。我以为二儿媳会和大儿媳一样，见钱也开，拿到钱就到处挥霍，但是我发现她并没有，每天都好吃好喝招待我，一到周末还会带我去自驾游或下馆子。每到2个月，儿子都会带我去做常规检查身体，很是用心。我平时出门走远了，二儿子还会特意开车来接我。
而且我也发现，我几次去医院买药，都是他们主动拿钱，从来不跟我要钱，也不谈花钱多了少了的问题。这点和大儿媳相比真是天壤之别。要是换做大儿媳，我去医院花的钱早就跟我叨叨了。渐渐的我发现，二儿子和二儿媳是真心孝顺我的，不但不会开口跟我要钱，而且对我的态度也没有怎么改变过，一直都很好。其实我经常有病痛很麻烦，他们夫妻俩也不会嫌我烦，尽心尽力的伺候我。在二儿子家住的时间一到，我就去了女儿家。我在小女儿家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如意，小女儿对我很好，但是女婿对我很有意见。他总觉得我补贴给2个儿子买房子的钱多，所以经常让我拿钱刷给他们家。而且我女婿他也不尊重我，吃饭他一般不会先叫我，有时候女儿给我买东西他也会不高兴。女儿是很好的，但是有这样的女婿是不行的。现在我基本明白了，把自己的养老钱交给大儿子和女儿家，我是不放心的。如果真的给了他们，那养老的钱肯定和我无关了。小儿子一家不错，是可以托付的，但是小儿子正是事业上升期，太忙了。看到他们3家的真面目后，我回自己家住了。我认真的考虑了一下，我要自己养活自己。反正我现在身体好，头脑也清楚，能照顾好自己。等我老了，身体变差了，我会请个保姆照顾我的生活，这样就能过得很舒服，也不用看孩子的脸色。对于养老的钱，我觉得目前还是自己保管比较好。但是为了防止意外，我现在已经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就是我把存折和密码都存到了一个锁着的箱子里，里面写着一封信，告诉孩子我100年之后如何分配财产，一点一滴都写得特别清楚。万一我突然疾病去世，我的财产孩子们会及时知道，不会惹麻烦。假如我身体不能自理了，需要用钱入恩的时候，我会委托小儿子儿媳为我办理相关事宜，同时我也为小儿子一家单独存下一笔钱，算作我给他的回报补贴。这些也在信中写清楚。我个人认为这确实是个好办法，既保护了自己的利益，也不会给孩子带来麻烦。有些老年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会寒了子女的心，但老年人还是要以自己的利益为重。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作为父母，我们不能总是什么都帮，为自己打算最重要。我不想早早把养老钱交给孩子保管，不然真的很可能落得一无所有。老年人还是要为自己多考虑，毕竟这个年纪最重要的是自己舒适。秦大爷的故事就到这里。老人的积蓄保管问题一直都是很重要的，把积蓄交给谁保管，放在哪里保管，一定要事先安排妥当。毕竟老人的积蓄就是晚年的保障，处理不好就会大大影响晚年生活质量。由于老人是个特殊群体，容易生病，容易忘事，自己保管钱财始终没有年轻人好。所以老人在身体日渐衰弱的时候，要找个孝顺的子女来保管积蓄，这样才能更安全更妥当的保管这笔钱。而真到了急需用钱的时候，也方便领取。关于把钱交给谁保管好，秦大爷的做法虽然繁琐了点，还是值得借鉴的，至少能把钱安排的安全又放心，而且还不影响子女之间的关系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